来了，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大反攻终于是要来了。乌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9号夜间的视频讲话中提及，当天他们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中，乌总司令和各方面的指挥官分别报告了有关弹药供应、新旅训练以及反攻时的战术选择、时机等信息。经过讨论，乌军已经确定反攻时间节点。那么泽连斯基本次透露的反攻决定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们会在哪个方向发起攻势呢？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从去年年底开始，乌克兰何时反攻一直是俄乌战争的热门话题。之后呢，让人期待的冬季反攻、春季反攻是都没有出现。因此，近几个月来，不少媒体猜测乌克兰是不是畏战，不想打了。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兵认为，当时的时间节点，乌军确实是没什么把握能保证反攻一定能够成功。而且对于乌克兰来说，一切反攻计划基本都不能失败。为什么大兵会这么说？首先，乌军的反攻计划想要成功，最理想的状态呢，是和去年10月份前后他们在伊久姆、红利曼一样，找一个俄军防守空虚的地点入手。但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俄军应该是吃了上次的亏，防御线呢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比较薄弱的地方，基本也不再组织大范围的进攻行动。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各国援助的装备并不能给乌军进攻提供多大的助力，所以乌军反攻实在是没有把握。至于大兵说的乌军一切反攻计划基本都不能失败，这是因为只有胜利才能增加各国援助装备的信心。在这期间，如果乌军突然对俄军发起猛攻，而且还失败了，或许4月份各国根本不会选择援助爱国者、IRIS-T、SLM 等诸多防空系统。至于这个月的 F-16战机以及英国的风暴阴影、德国金牛座等巡航导弹，那更是连考虑援助的消息也不会出现了。甚至还在路上移动的西方坦克，应该也会永远停在半路了。综合这2点呢，其实不难发现，乌军反攻计划之所以会一拖再拖，原因是与泽连斯基5月11号公开宣布乌军还没准备好反攻的理由一样，他们的确还没有准备好很充足的反攻力量。那么为什么不到时隔20天，突然乌军就准备好了呢？这里各位不妨回想一下5月11号到29号期间有关俄乌的重大消息是什么？没错，就是拜登在 G7 峰会期间同意各盟友向乌克兰提供 F-16。这个决定呢，可谓直接将乌军整体的实力抬高了一个档次。咱们不吹牛，说 F-16上场后能让乌军彻底掌控制空权，但是呢，它存在至少能做到不让俄空天军肆无忌惮地执行空袭任务。这种改变对于乌军反攻而言，其实已经足够了。所以泽连斯基本次透露的反攻决定很大概率是真的。而根据去年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公布的乌军飞行员将在2023年接受 F-16的驾驶培训，以及美国军事人员曾说培训 F-16飞行员需要6到12个月来看，大兵预测进入6月份之后，乌军会在1到3个月内发起反攻行动。当然，全面反攻对于乌军而言不太贴合实际情况，同时也完全没有必要。那么乌军反攻的目标是哪个方向呢？首先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乌克兰官方还是北约的情报机构都没有透露过多的信息来支撑大兵分析本次乌军反攻的方向。因此呢，咱们只能根据现阶段俄乌双方各自的情况来做一个大概的推演。目前乌克兰战场上分别有3条战线，分别是从第聂伯罗三角洲一直延伸到乌东部乌勒达尔的南部战线，顿巴斯地区巴赫穆特和乌勒达尔等地组成的东部战线。北部战线呢，则是从卢甘斯克西北部的克里米纳一直延伸到特罗伊奇克。其中呢，东部的顿巴斯战线和北线的那一小片区域，大兵认为乌军不太可能会投入太多兵力在这2个区域，因为这地方对目前的乌军而言呢，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拿下巴赫穆特或者克里米纳，反而会被夹在卢顿2州之间。另外，从去年开始，已经在这些地区的后方修建了大量的战壕、长期火力阵地和雷区等防御工事，打这边完全就是费力不讨好。至于南部战线，大兵则认为会是乌军的主要反攻方向，因为一旦这里取得进展，乌军就有可能挥军南下，直取克里米亚。那么乌军具体会怎么打呢？根据目前南线的情况来看，大兵分析乌军反攻计划应该是有3种打法。
打法一，乌军可能会分成2股力量，从扎波罗热西部和赫尔松东部朝着克里米亚方向推进。其中呢，扎波罗热方向作为主攻部队，这股力量在攻下托克马克后，应该会兵分2路，向梅里托波尔和奥里西夫卡继续进攻。需要注意的是，进攻梅里托波尔的很大概率会是佯攻部队，原因无他，拿下奥里西夫卡对于俄军来说太致命了。从这片区域，乌军可以切断克里米亚与俄军之间的补给线，而且在这种前提下呢，乌军也可以从梅里托波尔慢慢向赫尔松地区推进，逐步蚕食俄军有生力量。此时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也不会闲着，部队强渡第聂伯河之后呢，他们会顺势拿下位于安赫德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不过这片区域呢也算是比较难打的，因为第聂伯河东岸的沼泽区非常多，而根据之前的消息显示，俄军司令部曾预测安赫德应该是乌军渡河的首选，因此他们已经在这片区域的沿岸建立了分级防御工事。综合来看，如果乌军采用这种打法，一旦他们不能一鼓作气地拿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反攻计划将会很有可能被减缓。此时俄军高层如果也反应过来的话，调集东线俄军部队前来支援的话，那么从扎波罗热向梅里托波尔和奥里西夫卡进攻的乌军部队将会遭遇2面夹击的被动局面，不得不再次后撤。而反过来，如果乌军能够充分发挥 F-16 携带精确制导弹药的优势，给地面部队带来足够的空中支援，那么这2股力量的推进速度将会非常迅猛。此时赫尔松南岸地区的俄军部队就会非常难受，因为他们再想撤军就只能向克里米亚方向撤了。这个时候，如果克里米亚大桥再被袭，他们又能往哪儿撤呢？接着咱们来说第2种打法。乌军本次反攻的主要方向呢，还有可能是从杰尔努瓦杰至大诺沃希尔卡一带，向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等亚速海沿岸方向推进。从这个方向进攻主要是有2个好处。首先，乌军可以通过控制沿海区域破坏俄军的海上补给线，并且使用海马斯这类装备打击克里米亚，使其失去补给。其次呢，则是通过解放马里乌波尔等地，从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巴赫穆特、武勒达尔等东线战区俄军的进攻压力。最后，解放了马里乌波尔，从政治上讲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毕竟去年3到5月份，马里乌波尔的围城战知名度很高啊。当然，这一方向的进攻难度也不小，同样是俄军预测乌军有可能由此进攻，因此俄军已经在胡里艾伯勒、大诺沃希尔卡附近设置了一条防御警戒线，同时乌军必须注意从顿涅茨克回援的俄军部队。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乌军最后一种打法的名称，这里大兵解释一下。去年乌军9月份闪击哈尔科夫，是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2个方向同时展开了反攻。当时他们在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呢，通过媒体对俄军透露，乌军准备一举拿下赫尔松，将俄军主要兵力调离了北线和东线战场。之后，蛰伏在哈尔松附近的一大股兵力直接突破了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的纵深防御，使其不得不从伊久姆撤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闪击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乌军就已经具备在相隔几百公里2个不同方向同时展开反攻的能力了。而进入今年以来，乌军陆续从北约接收了大量的主战坦克、自行火炮、装甲战车等重型装备，此前被北约训练的新式作战旅也陆续形成了战斗力。显然，乌军整体的装备水平和人力资源都超过了去年。反观俄军那边，经过1年多的战斗消耗，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素质，显然是要弱于去年开战初期的。因此，大兵认为乌军很有可能故技重施，先用少量的兵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北部发起袭击，等待俄军上钩增援这2块区域。之后，乌军主力呢便可以顺利实施咱们前面推测的2种打法，对扎波罗热动手。总而言之，大兵认为乌军的反攻主场一定会在南线战场，而且应该会优先攻打扎波罗热周边区域。虽然咱们前面提到了俄军在第聂伯河东岸修筑了分级防御工事，但是从这次俄乌战争的经验看，俄军在后勤不利地区的作战能力十分堪忧，部队的战斗意志也并不足。基辅撤军是因为后勤，赫尔松州第聂伯河右岸大撤退也是因为后勤。而乌南这片区域呢，恰恰距离俄本土太远，既得不到俄空天军的支援，又无法充分确保后勤物资。黑海巡夜的北约各型侦察机还能对这片土地实施24小时扫描，
为乌军提供情报和通信保障，因此在 F-16为乌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前提下，俄军能守住的可能性很小。而在乌东作战方面呢，乌军对于克里米纳等地会发起袭扰，由于这条防线经过俄军大半年的经营相对坚固，所以可能需要乌军付出一些代价才会有所进展。但是只有突破了这条防线，才有希望在乌东继续拓展战果。届时乌军整体的战略态势也会大有改观，因为解决掉了俄军在乌南部的部队，克里米亚也就危险了。此时俄军不得不面对究竟是防守克里米亚还是防守乌东的难题了。那么各位朋友认为，俄军面对乌军的南线反攻，他们能不能守住呢？如果守不住，俄乌战争还会持续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